大家都说日本人不吃辣，但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吃辣。又到了吃拉面的日子，这家拉面店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年年挑战，年年失败。虽然它真的很好吃，我现在闭着眼睛都找得到他们家。这次我们做足了准备，他家甚至还更新了菜单，超级肉肉版。他每回一端上来，你看到这个红色，你的眼睛就会开始指挥你的大脑分泌唾液，筷子夹起刚在锅里炒好的豆芽，香味就在碗里开始翻腾。它这个辣卤的叉烧和趴肉很像，你的嘴巴现在就像一张白纸，第一口一定要留给他。我推荐你们把它那个又麻又辣的那个汤直接浇在那个叉烧上面，你先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一股炙烤的味道，然后再是花椒和辣油混合在一起的香味。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只有一个信号，就是碳水，因为是最麻最辣版，所以它这个汤底的味道非常浓郁。它还额外加了辣酱，所以汤底还有股很浓的酱香，有一点点粘口，比较接近老妈蹄花那个汤。然后这个大肉饭我真的很推荐，因为它吃的时候有一种辣把子肉盖饭的感觉。我现在觉得喝他们家这个汤跟喝火锅底料有一拼。好啦。现在再来吃它这个面，我甚至觉得它的调有一点中日结合的感觉。我发现我变强了，就像我们的面条嚼起来很劲道一样，它这个面条的粗度就跟南中有点二细差不多，就是我最喜欢的粗度，真的刚刚好，就是嚼起来不费劲儿，但是又很劲道。你在这儿吃永远都是越吃越辣，最好白吃喝。看它里面的菜都是炒过的，所以甚至我还有一点冒菜的感觉，就是一口面一口饭，碳水直接拉满。而且我发现它这个汤底是蒜蓉加蒜末，就你喝汤或者嗦面能够吃到里面蒜粒的颗粒感，你再用这个汤泡饭，谁可以懂这种汤饭的含金量？总之我觉得喜欢重口味面食的爱好者来了日本可以尝试一下，它可以打破你对日式拉面的幻想。就这样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维亚。用一道中华水饺征服了日本，还拿下了东京当地的米其林推荐，这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事儿！所以没错，便宜实惠。今天我们又来阿姨的居酒屋了，就这一个菜封神。他家现在真的太难约了，感觉当地的日本人都知道东京有一位特别会做水饺的哈尔滨人。又到吃饺子的日子啊！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、ちょっと遅くなる。あ、ざます。还是这么小一个店，里面挤满了日本人。时隔1年了，他们的菜单还是这么的破，但就是这家店的味道。主要还是那5种口味的饺子，但我们还是要先吃前菜。这个菜一直被我认为是北方口味的棒棒鸡，跟四川的完全不一样。成都的好像只有辣油没有麻酱，这个鸡胸肉是真的特别的滑嫩。四川的一样好吃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香菇鸡肉粽，它包得很小，一口下去可以吃到里面所有的料，里面是2坨卤过的鸡腿肉和一些香菇，然后是一道我来到这家店才吃过的菜，皮蛋豆腐，没见过的组合对吧？豆腐的味道刚好冲淡了皮蛋的咸味儿，泰国风味，里面的香醋配上腰果也很绝。最后一个前菜是凉拌水母，你就当是荤魔芋丝好。这个菜特别的开胃。然后第一盘饺子叫滑饺子，这个完美的曲线像一个炸水母，它那一层是脆脆的锅贴，下面很脆，上面又很软糯，还有点像刚出锅的生煎，里面是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一定要带着那个锅贴一起吃，裹上辣油，那个皮会更香。这就是他们家封神的那个四川风辣油饺子，每一个饺子都是单独调味，香菜、辣油、豆豉，你一入口就能感受到辣油的冲，然后再是豆豉那个甜甜的味道，就是甜辣甜辣的感觉。饺子皮特别薄，它的里面还会灌上一些辣油，这个一个人可以炫2盘。这一笼叫八戒饺子，蒸饺的特点就是皮特别嫩，口感会觉得特别圆滑多汁，里面是酱油、香菇、猪肉馅儿，这个味道特别的东北，不用蘸辣油就已经很好吃了。里面的料汁也刚刚好，不像灌汤包那么致命。然后他们家还有这种广式腊肉，刚刚煎了一下就端上来了，像中场休息的甜品。接着是一盘虾饺，这一盘我建议第一个不蘸辣油，第二个再开始蘸辣油，里面是又软又韧的口感，完整的下来让整个饺子特别的劲道。最后一盘也是我最喜欢那个味道，豆腐水饺。我想问有多少人没吃过豆腐水饺？我在南方的时候真的没吃过，味道非常特别，是一种温润的感觉，豆腐那个微微咸的味道，配上一点肉香和葱香，你的味蕾会很神奇的被放大，不自觉的去捕捉那个豆腐的香味。没吃过的一定要试一下，这是我第2次来他们家，其实莫名还有一些感动，会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店里的菜都承载了家乡的味道，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内心的自豪感。总之阿基推荐指数10分满分，太好了，卡面。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。那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现在在2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都还开了这么多年。6です。じゃあ簡単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我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，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。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了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家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
菜叫鲤鱼小杂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娘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你看，接着大娘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糖。好神奇的口感，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3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它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劲度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弄配的不拉斯我找。终于给我等到了，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，没想到被今天的店装到了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，它是一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拽。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？其实就是离奇 people 们玩乐的地方，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装。我也是来了这家店才知道，居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，这啥子怪癖？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，是上班打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。先来给你展示一下，旁边还会附上它的血统证书，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。店员也反复强调说，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？他居然让我给了100多块钱点了个前菜，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第一个牛尾汤，先来漱漱口。感觉声音口闷，汤还是比较鲜，但是它里面甚至没有给一坨肉。然后是无法逃离的生肉环节，可能确实是因为肉比较好，它那个脂肪吃起来会有一种果糖的甜味。第2坨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，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啊。100块钱的前菜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让我们来尝一下拥有血统书的和牛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雪花分布的很均匀，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，显得更诱人了。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，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又很像土豆烧牛腩，好爬哦，像备注的那种口感。接下来是招牌菜，油的舌尖肉包葱丝。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，口感更像那种嚼了1万次的口香糖，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。还是舌尖肉有韧劲。牛舌包绿洋葱，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，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，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。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的葱丝也很好吃。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 time， 沙拉达跳过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膈膜肉，它真的太漂亮了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，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，像喝牛奶。这个一片是牛腹肉，因为它那个脂肪更多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。来吧，透明小和牛，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，但是蒜香味很淡，那个淡淡的蒜香更好能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，都会给你准备仅仅一盘的寿喜烧，但是没有配饭，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。因为这个菜只有1片肉，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。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，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，奶甜加上清甜，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冻慕斯的感觉。牛肩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，没什么雪花，所以吃起来不腻。这一块没什么脂肪，但是肩上的肉鲜味感又很细腻，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啊。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，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。找到你了，面包。但它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，想给你们听一下咬脆牛排的声音。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，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，虽然是超高热量带来的快乐。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，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铺在饭上，它就是一个17家牛肉盖饭的和牛版。我也不知道这一碗可以在17家吃多少碗。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仁豆腐，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厚酸奶，整个 course 下来很满足，价格也很感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